好了，各位学友，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哈。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王瑞波老师两岸时空5周年的学习体会的总结哈。我们一块儿分享他的总结，其实也是一块儿的复习，一块儿在继续的学习哈。他分享的比较细致哈。他是第一哈，在两岸时空学习5周年啊，我把两岸时空的心法呢称为救我命哈，救家人命的心法。大家注意听哈，说我在一个厚笔记本皮儿上写的是救我命救家人命篇，说用毛笔记录在两岸时空学到的，在生活中实实在在用了救我命的心法，将要写满一本子了，就快厚厚的一本快要写满了哈。比如甘拜下风，前面曾经应该是去年分享过甘拜下风这一课啊。说前年呢是因自己老发脾气，就是在家里面有时候有人不知不觉的会有那种大男子主义也好什么样，老发脾气，说引得妻子儿子跟我冲突，说我硬是扭转自己甘拜下风，当然这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说我硬是扭转了自己甘拜下风，在家里面你非得要争一个说我要怎么样干什么呢，是吧？你争赢了，输了是谁？是家人输了。那家人赢了，你输了，家人赢了，那不也是很好吗？有时候是吧？说就我硬是扭转了自己，这个扭转的过程，我知道他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甘拜下风。过一段时间呢，现在自然平息了。而现在呢，儿子妻子每顿饭都给我盛饭、凉饭，饭后呢，儿子洗碗，他们好爱我呀。其实家人之间，你非得要争个理儿，争我要如何，完全没有必要。家真的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甘拜下风。这甘拜下风不是说我就不讲原则了，不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偏执的我，那个傲慢的我，你要把它低下来，要学会低头，真的要学会低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家，特别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你就需要什么？要服软，要甘拜下风。曾经有同学说：“说老师，说我们是不是要学习传统文化要低调一些？”其实我讲不是要低调一些，而是要低头。低调是什么意思呢？我心里面觉得我很厉害，我心里面我觉得比你们强，我很好，我低调一点儿。但你内在没有低下去低头什么的，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低头。是甘拜下风，就这种发自内心的把你本来就有，不是就你天生有形成的那个傲慢，那个我慢，把它怎么样？放下来，放下那个所谓的那个我如何，我如何。你很多人说我怎么样？我家里面很多吵架都是这样。我见过太多丈夫我妻子我都不愿意什么，都不愿意甘拜下风。总要在上风头站着，你说你累不累？你甘拜下风了之后，你获得对方的什么呢？也是那种柔和、细腻、轻松、平静的爱。那个爱不是说我强硬，你们就得爱我才获得，那个获得不了真正的爱。他可能只是你强硬的时候，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会服从你，孩子大了之后还会那么服从你吗？即使你强硬的获得了一些东西，你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人家也是不情不愿的。是你真正甘拜下风，就给自己家人、给周围人做一个很好的示范。那个我慢是可以放掉的，我是可以改的。大家想是不是？我可以改，那每个人都是可以什么？都是可以改的，都是可以完美的这是这一点说两岸时空的每一个心法让我能生存好，比如我着急亲人不接受养生锻炼，前面曾经分享过这个说而有情绪有冲突，比方说总想让妈妈你得学习传统文化，爸爸你得怎么样就是自己想法，说有冲突而适得其反。我现在呢，我认识到我错了，我不懂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和谐了。以前认为我懂，别人不懂就有矛盾。你觉得你得跟我梳理好，可是他说妈妈呢坚持走路，
非常主动坚强的锻炼，不也很好吗？不一定说你喜欢竖立，你喜欢打坐，你喜欢什么，别人就一定得跟你一样才行。每个人的生命状态不一样，每个人的意识，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哎，他可能那样就很好，他可能那样就很好。你能亲免每个人都跟你一样，那这个世界都一样，那还叫什么世界？那就是不一样的，五颜六色的，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好。比方说我们现在练梳理比较多，你就不能说哇梳理师是最好的，那个你念什么就不好，它不能这样。好不好不在于这个形式，梳理也是一个形式，也是一个法，也是个有为法，其实也是一个相，也是要破掉的东西。那你真正进入那种状态之后，就没有这种形式的问题了。所以你从来不要觉得呀，这个就是最好的，那个就是不好的。你也不能要求别人，你就得跟着我这样才是最好的，你那样就不好，是吧？所以他就很好的反思了哈，说我不懂啊，我知道的只是这么一点点，还有世界还有那么多丰含复杂丰富的那个东西来，是吧？你看他说其实妈妈坚持走路，非常主动坚强锻炼，这就很好，有信心有爱心，我应该祝福才对，应该有慈悲的心对他才对。这种变化就是非常好的变化。你这不然的话，你总是要求别人，你得怎么样，就好像给别人一个鞭子一样，别人也难受。你要求别人，别人跟不上你的节奏，或者跟你节奏不一样的，你也难受。你难受了之后，就怪你不听我的，我才难受，所以我就更要求你听我的。他更不听你的，你就更难受。大家想想，生活中，就像王老师说的这个事，很多人家庭里都有这样的事情，总是以你认为的好要求对方，你也这样做就好了。那如果说父母对孩子是这样的话，你认为好，孩子一直按照你这个好走，他最多成为你，他永远超越不过你。因为什么？你给他设了上限了，你这样就最好的嘛。你把他所能够有的各种可能性怎么样给丢掉了，丢掉了。所以放掉这个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怪。我不懂，我是属于零的状态，别人才能给别人一个什么，一个零的那种空间，那种无限的可能，像那个坐标轴一样的，那零那块可以上，可以下，可以左，可以右，它是个无限可能的啊。再看下面哈，说通过学习发心啊，发喜悦的心。大家说我以前真是错了，多是发的什么心？多是急躁的心，嗔心。你怎么还不这样？你怎么还不那样？是吧？我希望你好，我希望你怎么，你就很急躁。他达不到的时候，就开始嗔了，嗔心就大了，怨别人不听我的，掩盖了我的本来就有的喜悦心。你本来是美好的，你觉得这个好，你肯定体验到了这个喜悦，所以才想让这个喜悦的传递给别人，让别人也好。可是呢，你在表达的时候呢，你就着急上火啊，就那个喜悦心就没了。你本来是想向别人传递喜悦的，结果你传递的反而是烦躁，是怨。你看是不是？你就其实是违背了自己的初心。违背了自己的初心啊！说我以后至少呀要在4个地方去发喜悦心，在家里，在单位，在亲戚家，在父母身边。真的是这样，要发喜悦心。就当你想表达，想给别人带出一个好的东西的时候，你首先要呈现出一种很好的状态。你比方说，你跟人说这个，说什么什么什么好，你说的时候，你心里就没有那个好的感觉，那别人听着也没那种感觉。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说，你呈现出那个状态，别人就能感受得到。所以这个发喜悦心，你看王老师体会的很好啊，就是在家里、在单位、在亲戚家、在父母身边，说这样呢，气场就变得和谐、美好、幸福了。所以虽然我在这儿是分享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哈，只是按照他这我们一起来再复习哈。说下面讲一个哈，说关停头脑以救命。说以前呀有嗔怨之事，老在头脑萦绕，放不下。比方说，就是说他让孩子让家人跟他锻炼这个事儿，他总是放不下，总是呀，他为什么不听我的？他怎么样，老是放不下。
严重的影响了身心健康，也影响了头脑。你总是放不下里面，总是一些所谓不是正念，一些不切实际的念头，一些你实现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怨烦的念头在头脑里面，也伤害头脑啊，也影响头脑，头就开始沉了，痛了，问题就出来了。问题从哪儿来的呀？心造出来的，你自己的头脑造作出来的。所以刘老师讲的是关停头脑是真是宝贝啊，我非关停头脑不可，不关停头脑就才能这样的救自己的命。因为很多人呢胡思乱想，你看王老师讲他这方面的关停头脑，但有一些病人得了一个病之后，哎呀，总惦记我的病不行了，我怎么样了，我如何了，我如何了。那么这种不好的念头一直萦绕在头脑里面，那你身体里面能产生美好的东西吗？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头脑产生有这种不良状态、不良的思维状态的时候，身上甚至可以产生毒素的，影响人的内分泌，影响各种激素的分泌，这是已经是大家都公认的这样的事实。所以你不关停，当然是关停的，不是说完全什么都不想啊，就是把那个不应该想的东西，我可以停掉它，就是我能够自主自控我自己的头脑，其实也就是自主自控我的心，自主自控我的生命活动。人最难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止这个念呢，止这个念。我们讲的心念是心里面想，其实心脑是一体的，我们不能把心和脑就分开啊。虽然有时候讲的功能好像是不一样，其实心脑是一体的。这止念其实就指头脑中念头，指心念也是指那儿。你不止这个念头，那不行。所以你真正不然的话，脑子老是在萦绕着。得病是这样，有的时候产生一个不好的念头，一种贪念，甚至比方说有一些犯罪的人，他就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要让他干什么，他管不住，随着念头走了，很可能就抢东西啊，甚至杀人放火都会有。所以有时候一个念头啊，就把一个人毁了的这种情况太多了。为什么？他就是那个执念念在那儿了，没别的想法，就这一个念头，我就要报仇，我就要干什么，我就要发财，我就要如何，我就要如何，那采取各种各样不正常的手段。所以止念啊，就真的叫你知道是，当然这个以后这个大的话，你说你要觉知这个念头是对还是不对，你要有这个觉，自觉才能自主自控，控制不了它。说现在啊，我落实关停头脑，丹田呼吸，真是爱护生命。你关停头脑不太好关停的时候怎么办？一念转移啊，去觉知丹田的呼吸，或者是变动作，或者是用别的方式，去转移，去改变对那个念头的那种执着，去丹田呼吸。过去我是胡思乱想，现在把这些念头这个洪流给截住了，你进行丹田的呼吸，用爱来护生命。你不然的话，念头总在消耗我们的生命，消耗我们的生命。我曾经讲过这个例子，念头是在消耗，哪怕是你就是正好的念头，有时候也是在消耗。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好像是一个登山的一个无氧登山的一个登山家，他登了很多座高山，有一次好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什么开会吧，反正请他演讲，记者就问他，他就讲了当时的那种情况，说我在爬山的时候到顶上氧气很稀薄，没有氧气的时候，说我每爬一步就得大口大口的喘气，喘很多气之后氧气才够用，才能再爬另外一步。他说最消耗氧气最消耗的能量的什么呢？是头中的念头，说那个时候就完全无念往上爬，说每当动一个念头就大量的消耗能量。平常我们动念头消耗能量你感觉不到，当极度缺氧的时候，极度能量匮乏的时候，动一个念头消耗能量。他说每当动一个念头我就得停在那儿使劲喘气，哎呀，在那才够用。说你看在极端的情况下动念头是消耗的能量就看得出来了，其实平常我们也看得出来。你在家里面胡思乱想一天完了之后啊，你觉得全身都难受，为什么？能量全消耗掉了，大脑本身就消耗了人的70%-80%的能量。
你在不停的胡思乱想，那消耗的就更多了啊。下面一个啊，说与家人与亲人的关系啊，只有我不懂，发喜悦心才能走向和谐，不然的话，我懂，亲人也觉得人家也懂，那就吵架就冲突。早就听李老师讲的这个心法，不知道这么重要，就有很多心法可能听了过去听了，没有真正领会它的重要性，就觉得这个很简单。但你要想一想，既然要讲了，把它当一个特殊内容讲，它一定有它特殊的内容，一定有它特殊内容。说不知道这么重要啊，说在生活中啊细细的琢磨，哎呦，才知道是救命的法宝。有的时候看似简单，大道至简，像我错了，我不懂，没问题等等这些，那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心法啊。说才知是救命的法宝。说以前尤其觉得我懂传统文化，亲人不懂，头脑着急，消耗，我错了。真正开始认错。王老师，我认识他很多年了，过去他的脾气性格和现在真的，现在和过去真差别变化了已经变化了很大很大了啊。说通过练慈悲的呼吸，练喜悦的呼吸，来练慈悲心、喜悦心。通过生活中的锻炼时，慈悲的那个动作也是一样，生活中和锻炼时，生活中的动作也慈悲，锻炼的时候动作也慈悲，所以一点一点的养这个慈力。慈悲的这个力哈，来练慈悲心，给了我练心的拐棍儿，给了路径。通过干净的呼吸来干净念头，呼吸是很干净的。我记得有一课讲的干干净净的呼吸是很干净的，来干净念头，干净己心。哎，因为直接练心不容易，可以练呼吸，练那个干净的呼吸。通过干净的呼吸啊，呼吸那种感觉那种干干净的干净自己的念头，干净自己的心。下面讲说富贵婴儿，说富贵婴儿是练心法，多年练习，还着眼动作形体哈。说现在听课琢磨，就是自然的爱的体现和婴儿态的体现，是真的在富贵于婴儿。的确这样，你比方说这个动作，我从来也没有强调说到底多宽，到底怎么样，你往上一展开，自然就好，啊，自然就好。我们平时集体练的时候，我有一个速度哈，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其实就是为了集体。就是你自己练的，你可以快一点，也可以慢一点，完全是自然的，很自然的。所以他说呢，说富贵婴儿是练心法，主要是心法。如果没有心法，单单是一个动作，那意义就不大了哈。说如果还过去呢，就着眼于形体，现在听课琢磨呀，说富贵婴儿就是自然的爱的体现，就是爱的体现。往下一落，那个婴儿的那种婴儿态的出现，你怎么样放松，怎么安静啊？你就想啊，我就是个婴儿，就是个胎儿的状态，那自然就出现了。大道至简，一切都归于自然，你自自然然的做就够了。说这是真的富贵于婴儿，希望我们大家在练这个动作也是这样，我就是很自然的爱的流露，爱的奉献，一做哎呀漫无疆，一下富贵呢就是变成个婴儿就行了。说我极爱树立啊，极好树立，成了修养生命的静中体会的这种生存方式。树立救我呀，养我生命。这树立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讲的树立就是站桩啊，树立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树立几千年传流下来无数人在锻炼。但是我们经过这段时间锻炼，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树立一定会有越来越深的体会。树立的时候安静放松，往这一树立，和整个虚空融为一体。你的这树立感，你树立正气的。就像上次讲那个定位一样，我往这一树立，虚空把我定住了，定位了哈，定位成虚空，虚空中那种慈悲安静，一定位，哎呀，虚空中那个正气，树立嘛，我叫它名字叫树立，就是树立正气。另外，树立像树一样站在这儿，那树整个生命张开，跟虚空进行了阳光合作用，脚底下也是虚空，大地嘛，
就整个周围它从无限的这个空间里面去摄取能量，和天地自然合一。春天了，哇，长出叶来；秋天落叶了，冬天收敛了，跟大自然是相应的。我们人树立啊，也是这样。完了，一代独立于天地之间，啊，独立守身。哇，呼吸精气，独立守身。完了，一代就和树一样，跟那个富贵婴儿也是一样，你就完全，你一代我就成一棵树，有生命，没有思维，有感知，没有分别，没有分辨。他也不知道自己姓名、年龄、自己的身份、自己值不值钱、自己长得多高等等，他这些他都不知道。至少来说，他不像人那么知道。他们一代完全是自然的，所以树立的时候就真的就需要有这么一种状态啊。下面讲啊，说收回向外刺人的刺儿。过去他在家里面可以说就是个刺儿头。啊，刺头就刺自己的妻子，刺自己的孩子，啊，说收回向外刺的这个刺儿，我收回来了啊，没有了。不凭偏执的头脑干涉家人，干涉孩子。说女儿主动与我们说笑沟通了，大胆的释放自己。女儿现在常常批评我，啊，我特别高兴，一代更比一代强。被女儿批评多幸福啊，是吧？真的是这样，就是孩子们越来越好，比我们强那才好。如果说我们总觉得我们比孩子强，我总要教育孩子，我总要，当然很小的时候你可以这样，但随着年龄增大了之后，你要去欣赏孩子，一定的要一代比一代强才好，要欣赏孩子，赞美孩子，要发自内心的认可孩子，恭敬孩子，尊敬孩子。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他真的做得很好啊！就是你看，你不去干涉孩子，孩子主动才可以与我们沟通，大胆示范自己了。那过去可能在我面前不敢说话，现在敢批评我了，哎，那老爸被孩子批评得很高兴啊，真的一代比一代强啊！你要觉得，哎呀，什么事孩子都能够做，都比我们做得强，那才好，是吧？如果什么事都不行，都是我才能厉害，那就麻烦了，是吧？还有很多心法啊，在生活中救了我，使我生存了下来。家庭现在和睦，父母也健康，修心修炼呀，真是得到了好处啊！这是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啊，说在良安时空学习5周年，我内心啊强大了起来。说从小遇粗暴的事儿，自己啊胆小拘束，当然也和他自己从小身心健康、身体不够健康有关系哈。说但现在通过回归新的练习，我不怕了，自信了，强大了，还能扭转局面，控制局势。说在家里面呢，能帮忙解开父亲的偏执，我的冷静处事还得到了父亲的夸赞。在外面遇到困难了也不怕了，勇于担当了，有担当了啊。说良安时空啊是讲悲智双运，以前甭说外人了，家里父母姐姐等人都小看我，担心我干不了事儿，因为他自己很弱呀，身体弱，精神也弱，就担心我这个也干不了，那也干不了啊。通过这些年的养生锻炼与传统文化学习，尤其是5年在良安时空的学习，我由一个几十年前不能吃饭、弱不禁风的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能把家庭弄好、工作做好的人，还要做一个把亲戚的关系也弄好啊，处理好周围各种关系和事情的，要成为这样一个人，就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了。所以通过王老师这个分享，跟大家讲这样一个内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勤勉，就是把修行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只要是认真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勤恳的这样去做的话，没有做不成的。你也不要觉得，哎呀，我现在是不是晚了？我60多岁、70多岁了，是不是晚了？我过去讲过说，只要开始就不晚。真的，只要开始就不晚。你开始修了，它就不晚。只要一开始，生命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哎，往那个方向去，只要回头就往这个方向，方向就对了，方向对了。
所以人就要学会什么？要转念，学会回头，学会回心转意，转到你自己的生命之中。通过王老师这个分享啊，因为他分享，因为我了解他，算比较了解他，知道他分享的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他这个变化，这些年我看到他一点一滴的这样的变化，所以他能有这样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变化，只要这样勤勉的去做，一定能够让自己越来越圆满。在这儿也祝愿王老师全家生活幸福，家庭越来越圆满，也祝愿所有梁安石婚的亲友们都健康顺利，家庭都和谐美满，好吧？好，现在我们就开始锻炼啊。好，安静。凡是内求，就王老师分享这很多，过去向外求，现在内求。我们锻炼往那一站，关停头脑，觉知生命，锻炼这种内求的习惯，内求的力量。安静。你站在这儿呀，就是很自然的，像个婴儿那种状态，或者像母亲呀，看着自己孩子那个时候那个母爱的那种感觉，是非常自然，没有任何做作的，道法自然。敞开心胸，张开怀抱，自然的展现爱，表达爱。无限虚空，与其平。肩平，轻松自然，就那个母爱一点都不沉重，是很轻松的，很自然的。到头顶上方，
呼吸着。慢慢下落，颈额头，面部，是胸，那种爱的感觉。指腹，小腹，安静。双膝一软，整个身体先放松下去。腹归婴儿。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向上倒移，是命门点手向前，到肚脐，点两手分开，脚分开成后八字，两臂慢慢前抬，身体微下蹲，像树一样开放给无限的虚空。
借天之力，百会虚玄，会阴上提。整个身体和虚空融合为一，安静。静静的，一动都不动。
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好，我们静坐静养。安静。
心息相依，气沉丹田。大家保持这种状态。愿意做的，再继续多做一会儿。也可以慢慢收工，自己安排。